Hello， 大家好，今天教你们用5分钟来做德式益生菌泡菜，3个重要的细节一定要注意。视频的最后还会揭秘泡菜健康的秘密，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首先，你需要2颗新鲜的洗干净的双色甘蓝，一个带导气阀的发酵瓶，电子秤，5点无抗凝剂的盐，还有泡菜发酵菌，不过不加也没问题。先说第一个重点，切菜，你要切成大块，而不是切成丝。这里并不是为了节约时间，是因为这样的大块做出来的发酵蔬菜口感更脆，重点是不会很咸，那吃的时候我们再来切丝，当然这么做确实也会节约时间。第二个重点是3%的盐水比例，这是我亲测出来可以完美发酵且长期储存，并且最少摄入盐的比例。网上很多人就是随便抓一把盐进去，这样是很不稳妥的。那为了方便计算，我们要用到电子秤的去皮功能。把发酵瓶放在电子秤上，点去皮，要先放入绿色的甘蓝，然后再放入紫甘蓝，这样在发酵的时候呢，紫甘蓝的花青素可以更好的渗透下去。看到这，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跳过了传统的盐水杀青环节？其实只要你的泡菜坛子足够大，杀青这个环节根本不用纠结，做出来的泡菜口感一点没差。因为我的菜有点多了，不过不用担心，剩下的菜咱们一会儿再放。我们先加水，水加到瓶子的中间，这时你看到蔬菜和水的总重量是2292克，当然计算的时候别忘了还没加进去的这一小堆。这个重量呢是279克。接下来呢，教大家如何计算3%的盐，其实就是蔬菜和水的总重量乘以3%。那刚才蔬菜和水的总重是2292，加上没有加进去的那堆蔬菜是279克，那乘以3%，算出的77克就是盐的重量。然后我们把水倒出来，用来溶解盐。如果你不像我这么贪心做2颗甘蓝，其实盐是可以直接倒进发酵瓶里的，盐不需要完全溶解就可以倒回瓶子里。那过1个小时呢，蔬菜就会脱水变软，接着我们就再放入刚才没有放进去的蔬菜就完成啦。最后压上压实，这是第3个重点。制作发酵蔬菜，你必须让全部的蔬菜浸泡在盐水中。你看上面这些小碎渣子，我都得要捞出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蔬菜来接触氧气，产生有害的细菌。最后来加入蔬菜发酵菌，这样呢更有益于乳酸菌的发酵。然后盖上盖子，插上导气阀。导气阀记得要插上之后再加水，如果先加水再插上，就会把导气阀里的水吸到瓶子里去。好了，这个益生菌炸弹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如果你只做1颗紫甘蓝或者是绿色的甘蓝的话，那真的是2分钟就可以搞定哈。那盐就可以直接倒进去，连水都不用倒出来。那如果这一大罐子发酵了7天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但是它比较多，吃不完怎么办呢？其实当你吃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瓶子里面的空气会比较多，那空气多了的时候，它就容易产生一些杂菌嘛。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装到这样的小瓶子里，就不容易长泡菜的白花。这一小瓶呢，3-4天就能把它吃完了。泡菜的这个老卤呢，你也一定要留着哈。你可以等一下我下一篇视频，用这样的老卤1分钟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泡菜。这还有一瓶之前的一个番茄的老卤，这个老卤的味道，有一股啤酒的味道哈。所以大家每次做完了这个泡菜里面的这个汁呢，你找一个小玻璃瓶子给它装起来，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我们之前的这个老卤来做了。如果这个老卤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再加一些盐水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发酵蔬菜的真相，可以进入我的主页来看看我是如何利用科学的方法来打消你对发酵蔬菜的顾虑的。我是分享健康生活的陶小贤，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